这个父亲骑着三轮车把女儿送到学校，可还没等他走进教室，就有男同学过来嘲笑他：哥哥，你怎么会和刘小孩一起玩？他没有妈妈，爸爸还是个瘸子，你怎么会和他一起玩呢？这并不是小花第一次遭到排挤，她没有争辩，只是委屈地转身离开了。小花从出生就被父母抛弃，是养父靠蹬三轮含辛茹苦把她养大。男人叫刘老实，人如其名，老伴离去之后，小花就是支撑她生活下去的唯一动力。小花也非常懂事，她从来不会嫌弃爸爸的工作不体面。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她总会跟爸爸分享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，无聊时还会在一旁唱歌给他听。老刘心疼孩子学习太辛苦，说周末要带他去游乐场玩，可小花却说她已经长大了，那里是小孩子去的地方。老刘心里清楚，这是小花心疼自己赚钱不易，才撒谎说自己不想去玩的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小花把自己碗里的肉挑给爸爸。爸爸，我不喜欢吃肉，这些肉给你吃吧。哎，小花，你现在长身体，要多吃点肉，知道吗？天天吃都厌了。要不咱们一起吃吧？老刘吃完饭后还要再去接几个客人，他把小花暂时托付在邻居这里。小花也是在老伯伯口中得知，原来爸爸的腿是年轻时见义勇为留下的残疾，一时间爸爸在他的心中又变成了英雄。晚上回家之后，小花心疼地问爸爸腿疼不疼，爸爸说有小花在一点都不疼，说完还站起来哄着小花跳了个舞。父女俩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，结束了这美好的一天。周末时，老刘带着小花去爬山，半路上遇到了一个奶奶三步一拜。小花好奇地问奶奶这是在干嘛？奶奶在拜拜啊，家里有人病了，我给他们求平安。似懂非懂的小花在祝福过奶奶之后就挥手告别了。这一路上虽然累，但小花还是坚持爬上了山顶，望着眼前的美景，父女俩开心地笑了。小花在群山之间高声大喊：爸爸，我爱你。可就是这样简单又平凡的父女俩，厄运却偏偏找上了他们。那天老刘在外拉客人时，突然间毫无征兆地晕了过去，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就被送进了医院。医生说出现突发性晕厥，一般情况下是病情加重了。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更是把老刘吓傻了。你这个病啊不太乐观，目前已经发现有癌细胞，最好是马上住院治疗。男人蹬三轮车时突然昏厥，到医院一查，自己竟然患上了绝症。医生劝他马上过来住院治疗，可一想到手术需要高昂的费用，老刘便萌生了放弃治疗的想法。他只在医院开了些止疼药，扛不住的时候吃上一片。剧烈的咳嗽把睡梦中的小花吵醒，看着爸爸憔悴的样子，他一下就猜出是爸爸生病了。小花当时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在第二天一早时，老刘就发现小花不见了。他瘸着一条腿在附近四处寻找，可无论怎样找也没有小花的半点踪迹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此时的小花已经冒着大雨在去往山顶的路上了。因为他记得那天奶奶说过，家里有人生病了，就要这样为家人祈福。小花一心想要爸爸快点好起来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保佑爸爸的病快点好起来。整整一天，小花都在为爸爸祈祷，直到傍晚才回来。老刘得知这一切时，抱着小花难受了好久好久。第二天，老刘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老邻居，并且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他想在自己病死之前带小花找到亲生父母，那样的话他就算走了也放心了。在得到老友的支持之后，老刘立马为他的计划做起了准备。他翻出当年捡到小花时他身上的字条，又通过背面的文字信息找上了这家工厂。不过因为时间久远，当年的那对夫妻早已不在厂内了。后来又经过打听，老刘终于找到了他们老家的地址，可两地相距300公里。为了节省开支，老刘准备用三轮带着小花一路骑行过去。临行前，老刘对三轮做了简单的改装，收拾好东西，拿上老友为他准备的地图，这一老一小踏上了寻找亲生父母的道路。小花本以为是爸爸带他去玩的，走的时候非常高兴。这一路上，父女俩累了就休息，遇到上坡路了，小花还会帮爸爸一起推车。父女俩的欢声笑语让老刘也抛去了所有的不愉快，他要给孩子留一个完美的印象，用自己最好的状态来陪伴孩子这最后几个日夜。两人坐在路边吃饭时，爸爸担心小花年龄太小，扛不住长时间的赶路。爸爸，我一点都不累，我是怕爸爸太累。吃完饭，两人继续赶路。在路过一个拱桥时，老刘看见一个年轻小伙正坐在那愁眉苦脸，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他的车爆胎了。憨厚的老刘当即停下来就要帮他修车。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善举，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。告别了年轻人之后，老刘带着小花继续赶路，可前方要经过一个陡坡。老刘在推车时突然感到浑身一阵酸软，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前轮卡在路边，之后便眼前一暗昏了过去。这个父亲把三轮车卡在一边，竟毫无征兆地昏了过去。无论小花怎样呼喊，老刘都没有半点反应。
手足无措的小花跑到路中间大喊救命。这时一辆货车停在小花跟前，车上下来了一对夫妻。小花本以为他们会帮助自己，但谁知两人见四下无人，他俩强行把小花拽到了车上。这俩人竟然是挨千刀的人贩子。在车上，小花苦苦哀求两人要救救她的爸爸。你烦不烦？你再哭，我告诉你哈，我打死你！把你卖了，看谁来救你爸爸！坐好来，不许动，坐好。再动我揍你啊！回头看昏迷的老刘，在他苏醒过来之后，便发现小花不见了踪影。他强忍着疼痛，大声呼喊着小花的名字，却迟迟得不到任何回应。老刘蹬起三轮，就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。而此时的小花脸上已经被他们打出了淤青，害怕的蜷缩在角落。正当大货车开进加油站想要加油时，小花看见了逃跑的希望。不远处正是他们帮助过的那位大哥哥。男人显然也注意到了车里的小花，他谎称车子有问题，骗司机下了车，然后趁机一把将小花抱进怀中。女朋友则在一边嚷嚷着要报警。两名人贩子见大事不好，急忙逃离了这里。在小花说完一切的来龙去脉之后，男人当即决定带着小花返回跟爸爸团聚。就这样，父女俩在经历了这次分离之后，变得更加珍惜对方了。老刘紧紧地抱着宝贝闺女，自责地哭了好久好久。晚上的时候，男人问老刘为何独自带着一个孩子走这么远。老刘把自己患病以及带小花寻找父母的事都告诉了他。男人被老刘那种朴实的爱所感动，当下决定回去之后一定要帮老刘做点什么。第二天，老刘与他们道别之后，父女俩再次启程。终于，历经了千辛万苦，老刘他们终于赶到了小花父母所在的镇上。老刘走进当地的派出所，拿出自己的户口本和小花的领养手续。在民警调查完之后，亲自带着老刘找上了小花父母的家。当生父看到他当年留下的字条时，一脸的不敢相信。直到小花的生母冲出来想要抱他时，小花也终于明白，这一趟爸爸不是带他出来玩的，而是要把他丢在这个陌生的家庭之中。这一刻，小花哭着喊着求爸爸不要扔下他。小花，爸爸已经没几天活着了，你要是还能再活，我不会把你留下来的。是啊，身为一个父亲，如果不是到了穷途末路，是绝对不会把心爱的孩子拱手让人的。在小花一声声的哭喊中，老刘忍受着内心万般的痛苦，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但好人总归是会有福报的。老刘帮助过的那名骑手实际身份是一名记者，他通过自己的方式，让老刘的事迹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。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，老刘完成了手术，而他醒来第一个看见的人，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宝贝女儿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它却不仅仅是一个故事那么简单。都说父爱如山，但有时父爱也可以无微不至，感人肺腑。